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在前一期节目里，我向大家介绍了白矮星和中子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宇宙中最神奇的天体——黑洞。不过我在这里要首先声明一点，虽然从理论上讲，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有可能成为黑洞，但我今天主要向大家介绍的还是那些由恒星演变而成的黑洞，或者是天体合并产生的黑洞。1915年11月，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言，提出了著名的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引力场方程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方程指出，引力是由物质和能量所产生的时空弯曲造成的。具体点说，质量和能量都会扭曲周围的时空结构，就像在一张平坦的橡皮布上放一个重物会引起凹陷一样，其他的物体就会沿着这个凹陷的轨迹运动，就好像被引力吸引了一样。因此，引力实际上是由时空弯曲而产生的，而并不是像牛顿力学那样是一种直接的作用力。所以，当我们知道质量和能量在时空中是如何分布的时候，通过引力场方程就可以据此计算出时空分布的情况。就在爱因斯坦发布引力场方程后几个月的1916年，德国物理学家卡尔施瓦西就给出了这个方程的第一个精确解。根据这个解，就存在一种天体，它的质量和半径存在着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在这个半径范围内，引力所造成的时空扭曲，使得光也无法逃出这个天体的引力范围。这样得出来的半径也就被称为施瓦西半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黑洞这个词，那个时候的科学家把这种天体称为暗星、引力坍塌的物体、涡旋星或者是奇点。而黑洞这个词是要到1967年才由物理学家爱德华·弗里德曼和约翰·惠勒共同提出的。现在我们所说的黑洞其实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天体，它的引力非常大，连光也不能逃出它的引力范围。有趣的是，其实早在1783年，英国牧师约翰·米歇尔就曾经在一封写给当时英国皇家学会理事会成员约翰·卡文迪许的信里表示，如果一个天体的密度和太阳相同，直径是太阳的500倍，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牛顿力学原理就可以计算出，这种天体表面的逃逸速度将超过光速。他还将这种天体命名为暗星。当然，现在看来他的这种设想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他的计算还是按照当时主流的观点，把光设想成一个个粒子，并且遵循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第二定律。所以，当19世纪光的波动性学说战胜了粒子性学说的时候，支持他说法的人就基本上都消失了。不过，即使是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用逃逸速的公式这个方法来计算天体的施瓦西半径，得到的结果和广义相对论计算出来的结果是非常接近的。就比如，我们知道地球的逃逸速度，也就是第二宇宙速度，是 11.2 公里每秒。这个速度是依照屏幕上的这个公式来得出来的。在公式里 ，v2 表示的是航天器的速度，大 M 表示的是地球的质量，大 G 表示的是万有引力常数，而大 R 表示的是地球的半径。从这个公式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地球的质量是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地球的半径越小，逃逸速度就会越大。那么在地球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地球的半径小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能够使地球上的逃逸速度达到光速呢？为了找到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来变换一下，并且用光速符号 c 来替换这个 v2， 得到的就是现在屏幕上的这个公式。其中万有引力常数 G 等于 6.674 乘以10的负11次方，地球的质量 m 等于6乘10的24次方千克，光速是3乘10的8次方米每秒。这样计算出来得出的结果就是当地球的半径小于9毫米的时候，地球就会变成一个黑洞，在距离地心9毫米以内，连光也无法逃逸。
这个结果和引力场方程计算出来的结果是非常接近的。但在这儿我一定要请大家注意，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关于半径的公式是通过逃逸速度公式类比得到的，它和逃逸速度公式的物理含义是不同的。不过您可能会问，像地球这么小的黑洞在宇宙里真的存在吗？事实上，根据霍金的理论，最小的黑洞它的质量只有 21.76 微克，它的半径将只有 3.2 乘10的负34次方米。这样的黑洞的尺寸是普朗克级别的。要知道，即使是构成质子和中子的基本粒子夸克，它的尺寸也是在10的负18次方米这个级别。霍金提出的最小的黑洞的尺寸远远小于一个夸克，但是由于霍金辐射，这么小的黑洞在瞬间就会被蒸发掉，因此我们在现实世界是无法发现这么小的黑洞的。在宇宙中，黑洞从起源上分，可以分为原初黑洞、恒星黑洞和合并黑洞。小质量的原初黑洞是在宇宙大爆炸的早期就产生的黑洞，它们的特点就是质量远小于自然塌缩形成的黑洞。由于自身不发光，加之质量又不大，小质量的原初黑洞是很难被发现的。因此，即使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小质量的原初黑洞。原初黑洞的另一种形态就是超大质量黑洞。现在很多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可能就是由原来具有超大质量的原初黑洞形成的，只不过后来又吸积了更多的物质，才到了现在这个模样。在宇宙大爆炸之后产生的黑洞就只有恒星黑洞和合并黑洞。恒星黑洞是指大质量的恒星在生命末期直接塌缩形成的类星体。合并黑洞则是指拥有巨大质量的天体或密集的天体团，就像恒星、白矮星、中子星、密集的星团甚至是黑洞，通过吸积其他天体合并塌缩，最后形成的类星体。说起恒星黑洞的形成过程，前期和我在我的节目《恒星尽头：白矮星、中子星》里介绍的中子星的形成过程是差不多的。在恒星寿命的末期，发生了超新星爆发，只不过这次恒星的质量更大，超新星爆发后的剩余质量也更大。更大的质量使得能够维持中子星外形的中子简并力也无法抵抗巨大的引力，因而残余的核心就在突破了中子简并力之后继续塌缩了下去。由于此时已经没有任何斥力可以平衡引力，因此核心就这样无限的塌缩了下去，从而形成了一个密度无限大的点，这个点就被称为起点。我们通常所说的黑洞其实指的就是这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一个点，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点，它没有大小。说到这儿，可能就有朋友觉得不对了，黑洞是有大小的呀，还有施瓦西半径。但是您别急，黑洞是有施瓦西半径，但施瓦西半径其实是指光的不可逃逸范围，或者说落入施瓦西半径内的任何东西，包括光，都不能从半径范围之内逃逸出来。质量越大的黑洞，施瓦西半径就越大。但从起点到施瓦西半径这段区域内，除了正在落入起点的物质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而施瓦西半径处的区域也被我们称为事件世界，这个事件就是一件事儿、两件事儿的事件，而世界就是电视的视，边界的界，也就是能看到的边界的意思。事件世界以外的区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事件世界以内的区域对我们来讲是未知的。事件世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假如我是一个旅行者，正在前往事件世界，并准备穿越它到达起点，而您是在世界之外的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如果我在整个过程中还有意识的话，我就会觉得我正在越来越快的接近这个事件世界，并且在有限的时间内穿越了世界到达起点。而您看到的则是我越来越慢的在接近这个事件世界，并且最终永远的停留在了事件世界的表面，
以您的眼光来看，我永远没有进入事件世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黑洞以其巨大的引力把时空弯曲了，在世界上时间被无限的延长，所以您只能看到我无限的接近世界，却永远无法看到我穿越世界。至于进入世界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这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有的人说世界之内就是逆行的时间，也有人说世界之内就是另一个宇宙。作为宇宙中最特殊的天体，要表征黑洞只需要3个物理量，那就是黑洞的质量、角动量和电荷量，这也被称为黑洞的3根毛。由于黑洞都拥有质量，所以依据其他2个物理量的不同，我们又可以把黑洞分成4类，也就是不旋转不带电的施瓦西黑洞，不旋转带电的 RN 黑洞，旋转但不带电的克尔黑洞和既旋转又带电的克尔纽曼黑洞。大家请看屏幕，施瓦西黑洞是最简单的黑洞，它只有一个起点和一个世界，无论从任何方向进入世界的物体都会单向的流向起点。真正的施瓦西黑洞是很少的，这些黑洞大部分会诞生在宇宙形成的早期，属于原初黑洞。后来形成的黑洞或多或少都会带有角动量，就成了克尔黑洞。更多的黑洞则由于吸入了其他的物质而储蓄了大量的电荷，形成了克尔纽曼黑洞。相比于施瓦西黑洞，有电荷无自旋的 RN 黑洞就要稍微复杂一些。在这种黑洞里有内外2个世界，外世界以外和内世界以内都是正常的时空，但是身处外世界以外的观察者无法看到外世界以内，而身处内世界以内的观察者也无法观测到内世界以外。身处于内世界和外世界之间的观测者，除了会滑向起点之外，还会同时观测到内外2个世界。这就有点像电影《星际穿越》里，父亲看得见女儿的预计宇宙，而女儿却看不到父亲的那个桥段。在电影里，父亲最终通过控制手表秒针的摆动，用莫尔斯明码向女儿发出了关键的信息。庆幸的是，聪明的女儿理解了父亲的信息，从而改变了人类的未来。每每看到这一段，我总会感动不已。像恒星黑洞和合并黑洞这样的黑洞在形成的时候就有初始的角动量，因而就会形成有自旋无电荷的克尔黑洞。克尔黑洞就更有意思了，它的外形像一颗花生，花生壳被称为外静止面，有时候也被称为外无限红移面。在花生壳以内还有2个椭球形的世界，这2个世界分别被称为外世界和内世界。在内世界以内还有一个扁球形的结构，这个扁球的面被称为内静止面，内静止面的外圈是一个环，这个环被称为奇环。克尔黑洞没有起点，事实上施瓦西黑洞中的起点到了克尔黑洞就变成了一个环，也就是这个奇环。奇环上的每一个点都是起点。从外静止面到外世界之间的区域是外能层，能层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存在着带有负能量的粒子。根据霍金的理论，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会导致一些粒子对的产生，粒子对中的一个粒子会被吸入黑洞，这个粒子就带有负能量，而另一个带有正能量的粒子则会逃逸到外静止面以外的空间，看起来就如同从黑洞的表面辐射出粒子一样。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霍金辐射。另外，在内世界到内静止面之间的区域还存在着一个内能层，因此克尔黑洞还会向内静止面以内的区域辐射能量。从外世界到内世界之间的区域就和施瓦西黑洞以内一样，是一个单向流动的时间，而在内静止面以内，一切似乎又变得正常了。这里的时间正常流动，还会有从内静止面发出的辐射，似乎来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最后就是最复杂的科尔纽曼黑洞了。科尔纽曼黑洞既有自旋又带电荷，因而
它既有 RN 黑洞的特点，又有科尔黑洞的特点。在科尔纽曼黑洞里有2个内静止面和2个奇环，因而科尔纽曼黑洞以内的世界更为复杂。事实上，就连科学家也说不太清楚里面的具体情况。不过，由于除了史瓦西黑洞以外，其他的黑洞都有内外2个事件世界，而内世界或内静止面以内的时空又变得正常了，这似乎是在暗示着穿过黑洞之后就可以到达另一个时空。这也是为什么有的科学家认为黑洞就是一个连接2个时空的虫洞的原因之一。前面我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向大家介绍了黑洞的分类情况，可能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连光也无法摆脱黑洞的引力，那我们是怎么发现黑洞的呢？其实发现黑洞的方法还是挺多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天体运动观测，当恒星或者其他天体被黑洞吸引的时候，会围绕着黑洞运动。通过观测这些天体的运动轨迹，即使我们看不到黑洞发出的光，也可以推断出在这些天体运动轨迹的中心存在着一个质量非常大但不发光的天体，也就是黑洞。第二种观测黑洞的方法就是通过吸积盘和 X 射线喷流。吸积盘是围绕黑洞形成的一种环状结构，由大量的气体和尘埃组成。这些气体和尘埃处于黑洞的强大的引力场里，沿着圆盘状的轨道环绕黑洞运动，并向黑洞的内部坍缩。状态呢，就有点像水中的螺旋。在螺旋状态的坍缩过程中，物质就会相互摩擦生热，从而产生强烈的辐射。通过对这些辐射的观测，我们就可以推断出黑洞的存在。2019年，人们拍摄了第一张黑洞的照片，也就是室拟座 A 星系的 M87 超大质量黑洞的照片。照片中黑洞周围的光环就是这个黑洞的吸积盘。M87 黑洞的质量是太阳质量的66亿倍，半径达到了120个天文单位，相当于太阳到海王星距离的40倍。为了拍摄这张照片，人们充分调动了在全球6地的8台射电望远镜，形成了一个等效于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这台虚拟望远镜被称为事件世界望远镜，也叫 EHT。这8台射电望远镜对 M87 进行了多个晚上的观测，每次连续采集数小时的数据，这就如同相机在进行长时间的曝光。然后科研团队历时5年，用超级计算机合成分析数据，编纂了前所未有规模的黑洞模拟数据库和观测结果进行严格的比对。最后，科研团队把不同计算方法产生出来的数千张图像合并在一起，生成了这张黑洞的照片。它保留了所有不同图像中更常见的特征。后来，科学家还用这种方法拍摄了很多其他超大质量的黑洞，就比如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黑洞人马座 A 星的照片。第三种观测黑洞的方法就是通过引力透镜进行观测。所谓引力透镜是一种天文现象，指的是大质量的天体，比如星系、恒星或者是黑洞，它们的引力弯曲了光线，导致从远处天体到观测者之间的光路发生了弯曲、放大或者多重成像现象。在天文界曾经多次出现过天空中发生孪生星系的现象。所谓孪生星系，指的是在同一片区域相距不远的2个或多个位置，有2个或多个星系极其相似，如同复刻出来的一样。这时，在这个星系和地球之间很可能就存在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黑洞。黑洞依靠它巨大的引力，把星系发出的光弯曲再投向地球。由于黑洞的不同区域对光的弯曲程度不同，在地球上就造成了多重成像，所以我们就在地球上看到了这些所谓的孪生星系。通过对孪生星系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确定黑洞的质量、大小和它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第四种观测黑洞的方法就是引力波。当2个黑洞相互旋转，最终合并的时候，就会产生引力波。
这些引力波可以被引力波探测器探测到。2019年5月21号，美国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也叫 LIGO 和意大利的室拟座干涉仪也叫 Virgo 探测到了一个重大的黑洞合并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两个黑洞的质量分别是太阳的85倍和66倍，合并后形成的新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太阳质量的140倍。这两个黑洞距离地球大约有13亿光年，我们收到的是它们13亿年前合并的信息。介绍完了黑洞的分类和观测方法，那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最近发现的几个重要的黑洞吧。首先就是那些超大质量的黑洞，它们往往是星系的核心，就比如我们所处的银河系的核心就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被称为人马座 A 星，它离地球大约有26000光年，质量大约是太阳质量的400万倍，而直径大约是太阳的17倍。这样的黑洞在银河系里几乎就是最大的了，但是放在整个宇宙中却完全不值一提。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大的超大质量黑洞是位于北天的猎犬座附近的 TON 618，它的质量是太阳质量的660亿倍，仅这一个黑洞的质量就是整个银河系质量的120%。这个黑洞的半径大约有1300个天文单位，是海王星轨道半径的40倍。TON 618是在1957年由位于墨西哥的 0.7 米口径的施密特望远镜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蓝白色的圆点。1970年，人们发现了由 TON 618发射出的无线电波，这时候人们才知道 TON 618其实是一个能发出整个星系光芒的类星体，它的绝对亮度是太阳亮度的 1.4 乘10的14次方倍，是全宇宙最明亮的天体。这也是使它即使离我们有104亿光年的距离，仍然能够比较容易的被观测到的原因。除了超大质量的黑洞，在宇宙里数量最多的就是恒星黑洞。恒星黑洞是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由于坍缩引发超新星爆发后的产物。根据估计，仅在银河系里就有100万到1亿个恒星黑洞，而在整个宇宙中，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有2万亿到10万亿个。如果黑洞真的是进入另一个时空的虫洞，那么遍布宇宙的一个个黑洞可能就是那些高级文明进行行星际旅行的传送门。哪怕仅仅是因为这一点，我也希望科学家们能早日解开黑洞的谜团。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黑洞今天就先介绍到这儿。有关黑洞其他的有趣的事情，我另做节目向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陪伴。不知道您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对黑洞还有些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一起讨论。另外，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